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暴民说。今天我们要说的话题是英国航母编队赴亚太进行战舰外交。5月23号，英国航母编队从普斯茅斯港出发，前往印太地区，开启了行程4.8万公里、为期约7个月的全球部署之旅。编队包括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在内的9艘水面舰艇和1艘核潜艇，还包括18架 F-35在内的32架舰载机。这次远航呢，是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的首次实战部署，舰队规模号称是自马岛战争以后英国出动的最大规模的舰队。就在航母编队即将启程之际英国的首相约翰逊在送行的时候向中国喊话：我们将做的事情之一，将明确地向我们的中国朋友表明，我们相信国际海洋法，并且我们将通过一种自信但不是对抗的方式来证明这一点。约翰逊还说，我们不想引起任何人的敌意。但是英国的媒体就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一次航母编队的印太之行执行的是战舰外交，目标就是指向中国。约翰逊还提到了国际海洋法，中国是承认国际海洋法的签约国，恰恰是英国最大的盟友。美国是这个世界上唯一一个不承认国际海洋法的大国，因为美国的海军实力是全球最强的，他认为国际海洋法是对美国海军的约束，所以至今不予承认。约翰逊要是真想彰显对国际海洋法的尊重，那就应该把航母编队开到美国的东西海岸去进行证明。中国有句俗语叫做此地无银300两，隔壁阿二不曾偷。英国首相约翰逊装腔作势的声明是典型的此地无银，现实是日不落帝国早已是昨日黄花，中国也不再是180年前的腐朽帝国。英国敲锣打鼓为自己壮行，而且还要一再的说明，我们不和中国搞对抗，我们不想引起任何人的敌意。航母编队的行程也早早的披露，虽然会从南海穿越，但不会进入中国岛礁12海里，也不会穿越台湾海峡。这其实是他心里发虚现在我们来看看英国的这个航母编队。表面上看，9艘水面作战或保障舰艇，外加1艘核潜艇，规模还是很可观的。但仔细分析，也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主要有3大不足。一是作战飞机少。航母编队战斗力强不强，主要不是看水面舰艇的多少，而是看你的舰载机的多少或强弱。舰载战斗机是航母编队的核心攻击力量。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计划是配备40架 F-35，但英国目前只有8架，于是从美国那儿借了10架，凑了18架，这个还不到编制数的一半。第二是成分杂。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编队的组成当中有美国的1艘驱逐舰，还有荷兰的1艘护卫舰，当然还有美国的 F-35，等于这支编队是个杂牌军。和平时期出来进行航海，编队的协同演训没有什么问题，但要执行作战任务肯定不行。第三是能力弱。且不说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上的战机配备不足，就说这航母本身，虽然用的是新技术新概念，但是低级事故就频频出现，一会儿轴断了，一会儿漏水了，一会儿又停电了。这说明什么呀？说明英国的军事工业的基础已经不行了，产品的质量不过关，加工工艺不合格，这也反映了因军工的底子已经没有原来这么厚了。临出发之前编队的补给舰又失火了，导致4名士兵受伤送医，编队启程的日期被推迟。英国是以海军立国的，现在海军频出事故，背后反映的是训练不足，管理不善。这样的实力如果要向中方展示它的威慑，那别把中国惹火了，只要中方一采取措施他就难以抗衡。这恐怕是他一再声明不想引起任何人的敌意的原因之所在。我要提醒一句，中国的南海和东海很宽阔，但是也是风高浪急的。美国也好，英国也罢，跑到离本土1万公里开外的地方炫耀武力，这是真正的不识时务。今天的中国，我们中国海军1年内下海的新舰艇的总吨位就相当于一支完整的英国海军，你还跑到我们面前来炫耀武力，祝大英帝国的舰队好运吧。好，
这句话题就说到这儿，下期节目再见。